OK，回到 Star Sea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最近紧密守护你的指导灵是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能量和跟您的连结是怎样的。我们要传递一下指导灵的讯息和幸福的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那我们每一个个体啊，每一个朋友，由于因缘业力不同，在我们身边的守护灵当然是不一样的。有的有可能呢是我们的大地守护灵啊，跟我们的能量相吻合，可以共同修行，有共同的目标，会守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呢，有可能和大天使以及灵魂家族的守护灵有着宿世的渊源。那我们的守护灵和指导灵也会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各生各世，我们的学习和经历当中，对我们进行保护和指引。也有一些朋友呢，有可能，我们身边的守护灵是我们祖先传承下来，一直在保护我们的家族，保护我们一脉的。希望通过今日的占卜呢，首先连接到大家的指导灵，帮助大家传递需要的讯息的同时，也让我们去感受和肯定我们在爱的多维度的能量当中，有着源源不断的通讯和连接。宇宙给了我们无限的空间去进行连结和互动，这个基础的能量来源于爱。祝福大家在爱的能量当中感知和沐浴在源源不断能量当中，也将这一股能量带到我们的三维星球，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我们一起开始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帮助大家清理一下当下的空间磁场，帮助大家对齐我们的各个脉轮。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状况底下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进行一下调整，聚合我们的能量，进入我们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好，大家可以缓缓调整一下我们的呼吸，放轻松，再慢慢的睁开双眼。好，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下方对应的天然石。我们今日呢要一起来连接和传递的讯息是：近期紧密守护你的指导灵是哪一位？他和你的连接是怎样的？我们的指导灵要传递怎么样的讯息和幸运的指引给予我们呢？好，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好，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黑色雪花石。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黑色天然石上有雪花的斑点。好，黑色雪花石。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淡黄石。我们可以看到红色、黄色相间的一颗天然石。颜色非常的独特。好，这是一颗淡黄石。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参照天然石是白松石。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颗天然石，它的纹理好像一个雪人哦。好，大家可以感应一下这颗天然石的能量是否是和我们相对应的。哪一副组牌是跟我们最有连接的呢？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这就是你的第一直觉，没错了。那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个优先顺位，来连接一下当中的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我们的讯息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黑色雪花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的主题呢是近期紧密守护你的指导灵是哪一位？那我们守护灵的能量和跟你的连结是如何的？我们看一下守护灵要传递怎样的讯息和幸运指引。好，首先在我们进入抽牌之前呢，我们一起来通过音叉振动的方式来清理和净化一下我们的能量啊，来建设一下我们的连结。好，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选到了黑色雪花石。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第一组我们看到是22号卡牌啊，我们看到了一双红色的鸳鸯吗？然后正站在我们的金色大门之前，仿佛在指引着我们去打开大门，迎接金色光芒的到来。好，这两只圣鸟啊，我们看到是 Sacred Ibis 埃及圣猿，它代表的呢是智慧以及高维度给予我们的指引，也是智慧之神啊化身的形象。这个卡牌当中，我们看到数字是22号，对应的讯息是 Learning 学习。首先呢，从这张卡牌当中能够感受到啊，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周围呢一直有着大天使和非常神圣的指导灵的保护，而且是生生世世的，这个应该是在灵魂的层面有结缘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跟神圣的高维度智慧、远古的智慧和文明有着非常强烈的连结。也有些朋友，你们跟古埃及的文明，然后在隐居在森林当中，萨满的文明啊，或者说是远古的这个雷姆利亚文明啊，
玛雅文明等等，都是有高度连结的。一些朋友曾经投身过在那样的时代啊，或者是世代，去进行过智慧的学习。有很多朋友，你们是祭司和女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你们有可能天然就有着自我的信仰和宗教信仰。那你们周围的这个指导灵和保护灵跟你们应该是同样的灵魂家族以及宗教体系的。那我们看到埃及圣猿啊，顾名思义啊，我们这个圣猿或者圣鸟啊，它来自于埃及，并且呢是埃及神的形象之一。它对应的埃及神呢是托特神，智慧之神。所以有很多朋友啊，你们和类似于飞鸟类，或者说类似于远古的，在我们当代或者当下并不存在的某一些指导灵有着深厚的连结。那我们的指导灵的形象呢，有可能是非常超乎寻常、超乎我们想象的，甚至是非常神奇，可以幻化形象的这种指导灵啊。有不少朋友，不管你们指导灵是一个什么形象存在在你们的背后，永远都会给你们带来金色的震动和光波。所以一些朋友你们会看到光斑，你们有可能会频繁的看到天使数字，你们有可能会对于一些奇妙的，有可能是神秘学，有可能是术法，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你和指导灵连结的原因，或者说渊源之一啊。有很多朋友看到解密守护你们的原因，也有一点是你们可以去传承智慧和连接智慧，因为你们的这个灵性的个体内核以及你们的高我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这个求知欲。那在三维世界当中也是一样的，无论对待自然科学、人类文明，还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玄秘学、神秘学等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顶轮非常的打开，而且你们可以去连接的高度文明是金色的空间，因此呢，应该是在5维度到7维度以上。有不少朋友呢，你们曾经在星际当中穿越过，所以你的神圣指导灵，或者说你背后的指导灵家族，基本上都是在其他维度、其他的星际，或者说是在其他的文明当中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连接到这个远古文明。所以我看到其实星级意识、圣级意识的文明给你们带来过高光的体验，让你们本身对于三维世界有着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想法。敞开这一扇金色的大门，代表了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马上就要在有可能是觉醒之后连接到智慧了，有可能你们是领路者，有可能你们即将在未来一个阶段去学习到一些新的专业技能，感悟到和体悟到一些特别的，或者说一直在传承的某一种智慧和精密的术法、精密的哲学奥秘、人类奥秘。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有传承，因此呢，你们也会有机会去连接到跟你们有缘分的一些师长啊，然后教育的体系啊，或者说学习的系统等等。埃及圣猿在保护你们，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是远古的这个圣灵和有可能是神兽等等在保护你们，所以你们一直可以处在一个安全、被保护和求知的环境里边。当外界出现了任何闪烁的像，不管是挫折也好，还是说化为一些痛苦也罢，对于第一组朋友来讲，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像去取得智慧的法门之一吧。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在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立体，有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坚韧，看到我们这个人生体验背后非常重要的另外的意涵，有可能是你们的灵魂想要经历和升级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神圣指导灵啊，有着金色的光环，所以呢，这个光环有可能经常会让你们的太阳轮、太阳神经丛以及顶轮是敞开的，可以让你们去感受到这种与众不同的丰盛。当他们在你的背后的时候，首先你们会看到或感受到眼前是明亮的，你们有可能会感受到光波、光斑，也有些朋友你们会觉得有一种温暖，有一种非常慈爱以及非常平静的温暖，因为他们有可能不一定会通过实实在在的语言系统跟你们去传达各种讯息，相反是感应的方式，是无言的方式，而这种无言的方式会超越我们3维度这种声波的震动和语言啊，会让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一些转换啊，一些非常快速的转换里边达到某一种高级的境界、高度的境界。好，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也会拥有智慧去显化和吸引财富，在人生的一些关口，你们会通过智慧去选择，或者说你们的指导灵也会去指引你们进行一些神圣的选择，而这些有可能也是你们生命当中必然的升级。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啊，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好，这是符号的卡牌，我们看到是 drum， 这个是代表了我们的萨满和大地之灵的这个圣鼓啊，
OK 在被敲响。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啊，这个鼓声被激荡、被震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音叉在震动的时候，古老、能量强大的大地正在给予我们非常神圣的能量和信息，让我们去干嘛？追梦和进入我们的旅程。所以我们看到信息是 dream and journey 啊，这个信息蛮特别的啊。好，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的旅程，所以我们眼下啊，三维世界当中显化的风景，基本都是我们的梦想造化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投影在这个三维世界，看到当下的生命，也是我们的一场梦境。有很多朋友看到，这是你们在，比如说高维度想要进行一阵子体验、一阵子觉察，然后一阵子修行，来到这个三维世界，所以有可能你们会在这当中呢感受到一些别样的气息，比如说在梦境中，或者说一些事情的历练当中，你们会有另外的一个维度的视角，这个视角永远为你们敞开，永远为你们守候。当然这张牌的出现也代表了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周围也有散满的信息和能量，就是大地的古老的神秘的守护灵会跟你们在生生世世结缘，并且在鼓励你们啊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能量，然后拥有显化就是做梦的能力，并且呢可以将这个旅程变得更加的丰沛、完整和丰盛。在这个卡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走在这个进入梦想的路上，甚至当我们这个三维到五维度合一的时候，我们这个金色大门敞开的时候，你们别样的旅途和真实的更高维度的梦境啊正在敞开，因此我们也有一个打开大门的意涵。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周围的指导灵都是睿智、沉稳，然后具有高度智慧，然后以及非常具有生命能量的。我看到他们非常的赤诚，然后也非常的具有公平的判断精神。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也会具备同样的频率和能量，去对于生命的各种事物啊、各种经历进行思考。红色和金黄色也代表了你们的指导灵的色彩。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副组牌的朋友的背后，有着非常强大的支撑。所以呢，向前去走啊，还是说在这个生命当中更深的去进行体验，你们是安全的。好，下面我们开始起我们的这个 Tarot 塔罗牌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是紧密守护我们的指导灵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在抽牌进行一个分析。看一下啊，宝剑3号的逆位，我们的卡牌一起飞出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是权杖10号，好，圣杯的公主，我们看到 Nine of Cups， 圣杯的9号，我们继续再洗一下牌啊，这边出现了 Nine of Pentacles。我看到了被封印的古老的神，在这个卡牌当中啊，被封印的古老的神，由于什么呢？由于过去某一个历史阶段能量震动的不统一和不和谐，有可能发生过战乱，所以就有可能是宇宙的战争啊、星际的战争等等啊，或者说这是一个衰落的、古老的、隐藏的文明。在这之前呢，这个文明曾经兴盛一时啊，我们可以对应啊，比如说灿烂辉煌的我们这个星球啊，在我们人类这次文明之前的人类的前4次文明，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苏美尔文明，或者说是古埃及，有可能是波斯文明，或者说古希腊文明等等啊，我们也可以再往前追溯到玛雅文明的时期等等。好。在这些文明到来的时候，这个地球曾经有过非常灿烂的、非常辉煌的，但有可能不是人形的啊，这个社会不是人类形态这样的一个状态。当这个状态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OK， 你们的指导灵诞生了，并且在这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他们其实内心当中有爱，想要去尽心尽力的去建设，甚至有过非常美好的经验，也并不一定是人类文明的经验啊，但是在他们的文明当中，你的指导灵的经验是非常美好、非常高度，以及非常具有显化能力和丰盛能力的。但是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指导灵
之所以说是被封印了，或者说失落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文明断裂了。并且我看到有很多古老的智慧，这个智慧其实是高于财富的啊，这个里边也有财富，也有智慧，也有那种古籍等等，被埋藏在我们现在找不见、看不见以及连接不见的地方。比如它是其他的文字、其他方面的震动，其他的频率等等。但是在阿卡西当中，在我们的这个阿莱耶识里边，永远都有着我们和指导灵之间神圣的连接。为什么？因为你们曾经是一个族群的人，一家人，并且你们曾经有过生命的传承，甚至他呢有可能是在你身后保护过你的家人啊，然后有可能是姐姐，有可能是母亲，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爱你的守护的族群之一。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灵魂经历的非常多，但同时呢，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一次的这个有可能是轮回，还是说你们的体验，还是说经历里边，你们的指导灵一定在重要的时间发挥作用，不能说时时刻刻，但是一定在最重要的时候，想要通过他的方式来帮助你，哪怕有的时候对他来讲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然后我看到指导灵的信息其实是非常充沛、睿智和有爱的。我们看到圣杯公主在正中间啊，然后有一个龙正在托举着我们的圣杯公主。圣杯公主的手上呢有着美丽的圣杯，代表了爱、信任，代表了法，就是说有可能是高级智慧的传承。这个智慧也是来自于你之前经历过的文明和你们的家族的。所以指导灵在告诉你，就是千万不要忘记，或者说千万不要放弃，哪怕当下我们一时之间不会都记得起来，但是你的这一次旅程和这一次经历，有可能是你们指导灵家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探险，非常重要的一次信息的集结。好，有可能我们在每时每刻都在 upload 有可能上载或者说下载download非常多的信息，而这些部分呢都是会通过我们背后的指导灵来进行一个更加通畅的、更加顺畅的一个流通的能量，在我们第一副组牌的身上也是流通的。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内在，首先内心里边是肯定和相信这个宇宙的爱的人，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莫名其妙会有一种失落感，没有归属的感觉，然后会有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你们有可能多多少少理解你们想要去探索和学会以及传递的是什么，而有可能在当下这个三维世界，这种传递是有一点举步维艰的。不过我看到其实你们内心里边所蕴藏的希望，支撑你们永远有这一个梦想，永远向前。然后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肯去做梦的，你们是乐意去更多的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的，并且你们可以在可以说是荒凉的，以及有可能没有信任感的，没有这个文明的认知的土地上去发展和发育出非常美好的、非常新鲜的，并且带有古智慧、带有你们这个精神能量传承的，有可能是创作，有可能是信息，有可能是一种理念和精神。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超爱你们因为他们曾经鉴定过或者见证过你们在某一个世代的出生然后他们有可能曾经帮助过和就是参与过你们的教育，参与过你们灵魂的成长，所以这种羁绊和连接是永恒的。指导灵呢非常的祝福和喜欢去陪伴你们然后尽他们的所能呢，正在帮助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进行一个过关。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宝剑三和权杖十的逆位也代表了过去就是过去，过去也是一种注定，然后这个事实已经是既定了，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可能听到这样的信息会痛心，但是指导灵的意愿是不必痛心这也只是一个象。然后呢，希望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当下，在一个不一样的世代，不一样的一个有可能是社会系统或者说是环境当中去展现出无条件的爱，这个是你们的魔法。OK， 你们会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显化能力和灵性能量的共通。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指导灵和第一副组牌朋友还有什么样的连接吗？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一定的连接非常的美好。我们继续再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恶魔牌的逆位，好，我们看到是权杖的6号牌有点像权杖公主Six of Wands， 权杖6号的逆位，这边是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逆位。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连接没有。
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啊，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死神牌和国王牌 Death and the Emperor。 我们在牌尾看到的是 The Hermit 隐士牌的逆位，都是这个 Major Arcana， 都是大牌啊。 OK， 那在第一组里边啊，你们的连接首先还是一样，然后跟着你们的最高指导灵，有可能是灵魂的父亲啊，这个宇宙的父亲，你们在用你们的方式呢去共同的学习，共同的感知。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首先你们的确是高智慧以及高敏感的灵魂，而且在过去这个如果曾经有过失落的文明，有过离散呢，有过这个家族文明的失落，或者星际文明的失落，你们被迫要离开家乡，被迫是战败方要离开那个星际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内心当中是存在着一定的压抑，以及一定的那种手足之情非常深厚和非常哀婉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恶魔牌的逆位和女祭司同时出现，那第一副牌的朋友指导灵是能量非常巨大的，有的时候也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情绪的波动和爆发。因为什么？因为这种关于家族、关于过去的这种哀婉和这种希望重新去订立一些什么，希望重新去发展一些什么的意愿，始终呢会形成一种期望，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偶尔会产生一定的焦虑。当然我看到这个不是要求，不是索求，更不是利用啊，这个其实是共情的传递。所以我们在情绪上起了一些波澜，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于水大。当我们的个体在震动的时候，当这个震动频率非常高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一定会跟着起伏然后我觉得指导灵其实在不断的去指引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了解和理解到一些前世的信息。有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比较喜欢去翻阅一些史书啊，一些朋友比较喜欢冥想啊，会用独特的方式去连接你们的高我，或者说打坐修行等等，这都是你们在前一世或之前呢自我指引或被指引去连接到的。第一组的朋友很谦虚，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和修的不好。为什么？因为在三维当中做这样的突破其实是有高难度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三维的星球会变成我们当下的家园？指导灵也会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共同去学习。原因在于一个缘，然后当下这个三维星球，这个地球也包含了我们第一组朋友的这个家庭、家园、原生家庭，都是你们非常好的一个根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善缘的存在。那不管大家呢目前在什么样的家庭生长啊、生活、学习、工作，然后跟什么样的人结缘，那指导灵都会通过他们的方式呢去肯定你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缘分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拥有的。这边我看到权杖10和权杖6号同时出现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仿佛背负了比较重的这个责任和任务，你们也需要同时拿出非常大的勇气。有些朋友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点纠结，我要不要拿出这个勇气去做某一件事情，甚至这有可能是一个工作呀，一个人生的突破啊，看起来并没有说是灵魂课题，看起来是灵魂觉醒那么的伟大，但其实我们的一小步呢，也是我们灵魂家园，包含了我们这个个体啊，我们这整个的我啊，这当中有高我、有本我、有小我、有内在小孩，所有的这个个体的成长，在多个维度的空间，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做的突破其实有帮助到生生世世的你们，所以你们是非常伟大的。那我看到你们的背后呀，有着非常强烈的这个能量在支撑你们，让你们在物质世界会有更强烈的一个落定的感觉。未来呢，你们也会通过智慧去打开你们这个金色大门。所以有很多朋友，你们会从事脑力劳动，你们有可能会有些朋友是生生世世在从事着差不多的脑力劳动啊。比如说我们上一世在当教师，这一世是比较容易从事教职的，那上一世是在做比如说跟管理相关啊，跟政府相关，跟国家的这个制度的保证相关的工作，这一世也会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有个国王牌，在我们的地基和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这个稳定的基础确立的时候，指导灵也会保护我们，让我们去承接上一世的福德。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是有福德的啊，这个德也包括了阴德，有可能是祖上会有一些德存在，这个德也是福报啊，会在关键时候让我们去利用一下。当然我们这边看到女祭司的逆位和权杖6的逆位，其实指导灵和你们一样有着一点点挫败的信念，原因在于过去的失落，我们这个美好的家园，我们这个美好的
有可能是风水宝地啊，曾经非常灿烂、非常共荣的一个社会体系，在某个阶段失落了、不见了，甚至被隐藏、藏匿了。我看到指导灵的内心当中，其实依旧有着非常强烈的盼望，然后跟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呢去团结、去共荣。但是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当中出现了国王牌。我们这个国王牌其实跟传统的国王牌是不太一样的，它不是一个集权的君主，相反呢，它是一个大修行者，然后还穿着武士的铠甲。然后我们这个国王的宝座正在崩塌，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指导灵家族以及我们自身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有可能呢拥有，或者说在哪一个维度当中的拥有都不是永恒的，有可能更大的永恒是宇宙的能量，这个能量是无我的，是中空的，是空性的。所以有可能大家在通过当下的不断的这个轮转和不断的经历再去学习到这一点。当然从这边权杖10到权杖6也可以看到啊，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家族，你们背后的这个指导灵，也包括你们其实出生在一个渴望胜利和荣耀的家族以及军团当中。所以对待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说，有可能胜利荣耀非常重要，你们的指导灵是这样想的。但经过了某一些阶段，也包括我们这边有死神牌的逆位嘛，经过了一些生死的轮回和考验，我们可以在恶魔牌的逆位当中看到，有些事情不必我们去过度恐慌、担忧和过度失落，因为过去之后会有新的开始。死神牌的出现也代表了我们会有新的路途去走，而恰好当下我们这颗冥王星在从摩羯的时代运行到水瓶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未来的时代当中呢，指导灵也会陪伴我们更多的去进行内在的探索以及修行，或者说是体悟等等，然后来补足我们在灵性上有可能是需要突破的，有可能是过去缺失的那个部分，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拼图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指导灵和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之间的连接。这张牌什么？还是张隐士牌的逆位要出来啊。指导灵也是你们天生的老师，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在灵性上是无师自通的。首先你们的高我已经是一个教师级别啊，或者说教授的级别啊，所以其实你们在很多过往的这个有可能是投影、折射和追光里边，你们会明白这个中空的道理是什么。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老灵魂呢，因为你们的指导灵也是老灵魂在你的身后，并且呢，他们在通过他们的方式去对我们进行灵性的提示和保护。这个是非常隽永的，我看到是生生世世都会有的。当某一个时刻，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开始进入了觉悟、觉醒啊，并且内在是定啊，开始定下来的这个阶段，或者说学习如何去定下来的阶段，指导灵会和你们走得越来越近，因为你们的频率会越来越贴合。那有些朋友会说，我会见到他吗？我会跟他说到话吗？等等等等啊，我们抽一张 Six of Pentacles。哦天哪，当然会，但是你们的接触是第6类的接触。我们有没有看到这边的金币6号是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女神啊，或者说公主啊，在安抚我们的这个侍从，或者说是一些他周围的帮衬他的人等等啊，但是双方都在流泪，所以在这一副组牌当中呢，我看到你们之间的连结和接触是相互疼惜的，是惺惺相惜的，但是不一定要通过语言的方式，内在就懂得对方了。金币6也是一种给予，当你们给予指导灵和你们的就是身后保护你们能量与信任，当你们渴望去连接的时候，这个连接就会自然而然存在了。The Moon， 你们和月亮的连接非常强，当这个月圆以及月缺的这个过程出现的时候啊，我看到尤其是弦月在我们这一组里边的这个卡牌的形象也是这样的，你们会和指导灵共舞。那这也具体到有可能一些朋友在梦境当中呢，曾经去过指导灵当下住的地方啊，你们曾经一起去游历过一些美好的这个景观啊，你有可能在3维世界当中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些景观，这个是指导灵所在的维度，他所住的地方很美好。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Seven of Cups， 我们在这张牌当中也看到龙，有没有啊？所以一些朋友啊，你的指导灵有可能是龙，或者说是这个史前的神兽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指导灵其实是超聪慧的，但同时呢有非人类的感觉，有一种非常神圣，然后非常具有能量，
同时有点失落的感觉。指导灵经常会给你带来梦境和一种想象力的提升其实这个并非想象力，其实它是一种高维度的沟通方式和一种显化方式。你们是心有灵犀的，所以当你需要信息，需要共情，当你在你幻想的境界里边需要更多的星光，更多美好的色彩更绚丽的风景等等，我看到指导灵有这个能量帮助你们。也有些朋友你们的想象力是很奇幻的原因在于你们曾经亲眼的在梦境当中，在境界当中感受过，这是你们曾经共同去过的地方，留下过美好的回忆所以这样的信息呢，送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很爱你们，而且你们应该是非常心灵相通的伙伴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呢？还是金币6号。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月亮的天平一宫，尊重你们最近的感受。有些朋友你们最近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之所以点击这个影片呢，有可能也因为有不一样的感受出现了，你们想要去体察连结以及确认一些什么。然后指导灵在告诉你们的就是在你们孤单，在你们有可能感受到伤痛和一些挫败，并且不知所措，打算去进行一些选择的时候，他们会在你的身后保证你的任何选择都是安稳的。你会在一个充裕或者说在未来会有一个缓冲的阶段，让你们会越来越定，越来越心安。然后你们在担心的一些事情有可能会非常缓慢和稳定的一点点的被解决指导灵希望呢，你们可以稍微有点耐心和信任他们一点点，他们有看到你内心当中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这个并不是越举越界的，或者说一些奢望和幻想，这个需求是你们在三维世界实实在在可以达成的。有更多朋友呢还是一样，指导灵希望你们可以修定，就是定一下几秒钟也可以，几分钟也可以，我们可以通过让自己静下来的方式。那对我们人体最好的方式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打坐 OK， 就是冥想或就是修定嘛。那这样的一个方式也会推荐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好，因为你们累生累世有过这样的积累和经验我们看一下指导灵要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的指导灵是能量场非常强，所以这个声音也是掷地有声的，或这个震动其实是非常强烈和明确的。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呢？ Justice in reverse， 正义牌的逆位。继续来看一下 A Six of Swords， 看一下什么样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这边是圣杯1号和圣杯6号。我们再抽一张，权杖2的逆位 Queen of Wands。 在不遥远的未来，有些朋友你们将会一展你们的宏图大志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包括当下这个月就是你们能量的转换点所以一些朋友不管之前经历过什么，都让你们更加沉静和沉淀了，也让你们更加值得拥有你们这个灵魂想要拥有的一切，也包含了三维世界的物质、情感或者说个人的这种发展。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如果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说一些打压、一些排挤的话，指导灵其实是很维护你们的。所以我看到在未来的半年当中，有一些朋友你们将会重拾过去的自信和野心，并且呢会有意外的机会重新去开展之前有一点卡住和有一点对于你们不公平的事件，这些事件将会以更加完整和有能量的方式为你们去呈现。指导灵告诉大家不要忘记了，你们内心当中是有爱的，你们永远都是有爱的小孩。并且呢在这些卡牌里面也能够感受到，在未来的这个春夏季北半球的春夏季更多的朋友你们将会走出去，从固定的或者说局限的或者说是安全的区域当中走出去，你们将会看到这个更加宏伟和壮丽的这个世界，并且这个是你们自己的意愿。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对这个世界展现真实的自己，不再隐藏
之前漫长的一个阶段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可能在摩羯的世代，甚至是之前射手的世代，都在隐藏你们的能量，因为你们要去实现一个伟大的远景，就有可能要通过一些忍耐的课题，甚至是业力的课题，让我们怎么样呢？定下来。所以当第一副牌的朋友可以完全的为你们的生命、为你们的灵魂定下来的时候，也是你们可以再次出发的时候。这个未来其实并不遥远，甚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当下就是一个重新启程的点了。10到11月啊，也就是我们冥王星和土星恢复顺行的时候，一切该属于你的一定会属于你，并且呢，指导灵会通过他们的方式给予你非常大的爱的鼓励，让你们感受到情感的流通啊，让你们感受到快乐，让你们感受到轻松而不是焦虑。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有被鼓励啊，鼓励干嘛？去往前冲一冲，去再试一试，去展现真我。并且呢，你们可以让自己用你们独特的方式去展现你们的魔法，去领导，然后去显化，然后去非常明亮的燃烧。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未来将会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为什么忘我了？因为之前已经无我了嘛。所以你们的这个小我在渐渐的变得再小一点，再消融一点的时候，也是你们可以一展你们身上的魅力，也是可以去经历更美好的旅程，可以辉煌的时候。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要相信你们配得更加美好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风景和非常高度的，如果是共情啊，如果是连结啊，如果是共鸣等等，一定有更加高度的。如果大家当下在渴望的是高山流水，渴望的是灵魂伴侣，有可能一些朋友渴望的是事业上的一个发展和自我的展示的话，一定有比我们想象的更高度的能量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你们值得去体验它。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个存在，在这个三维世界是真实可以被实现的，真实拥有的。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指导灵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和想念着你们，所以他们会把这股爱呢显化、幻化成为你们的一股能量和动力，所以你们莫名其妙的就会拥有再次启程和拥有梦想的勇气了。有一些朋友，你们将会遇见你们的灵魂伴侣，而且从远方遇见的灵魂伴侣来到你们的世界所以你们将会拥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有可能是家园，有可能是亲密关系的搭建。然后你们永远都不是孤单的，不管你们选择独自出发，还是说跟家人、跟你的爱人出发，你们都不是孤单的。The Lovers, oh my god， 我们看一下啊 ，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的逆位和月亮牌的逆位，很美好因为呢，不管是在哪一个维度和空间，你们都会心心相印的感知到，你们在被支撑，好像是无名的在被家人，在被你们背后爱着你们的众多的灵魂支撑。所以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的真爱，你们的有可能是正缘，也有些朋友是灵魂伴侣啊，将会在未来显现。然后因为什么？你们来自于同样的灵魂家族，在这个三维世界，你们将会还是一样有一种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感觉啊。不管你们当下是否是不搭嘎的，是否是不在一个世界的，你们都会被推向彼此的世界，而且这个速度将会非常的快，因为指导灵希望你们有伴，希望你们不是孤单的，希望你们在情感世界当中是轻松快乐，希望你们在奋斗的发展、寻求我们个人价值、打开我们高度智慧的过程当中，是能够被体贴到，能够被看到，能够被照顾到和保护到的。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幸运的指引给到我们。Two of Pentacles， 指导灵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呢？OK， Two of Cups， 圣杯2号的逆位，还是2号牌Two of Swords， 宝剑2号，这边是 Temperance。如果最近有选择的朋友，你们要慢一点稍微慢一点，谨慎一点。然后呢，让这个选择自然而然的留下来，而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原因在于什么？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选择什么？不管是转阳还是转阴因为我们这边有金币2号，这边有一个八卦图不管我们是往左选、往右选、往左走、往右走，选择 A 或 B， 或者我们当下有工作选项有情感选项，选择哪一个现在当下这个阶段都是不究竟的。因为我看到这是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当下能量的一个转换到一个对的时间，多久呢？未来2个月，你们有可能自然而然的会发现周围的环境在教会你如何去做这个选择，而不是我们生硬的要去做怎么样的断舍离。
我看到断舍离让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有可能是心痛，有可能你们要必须要学会狠下心来，以及不相信这个世界，而指导灵希望你们反而是稳稳的、慢慢的相信这个世界，以及能够被保护的。所以有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在这个有点残酷的三维世界当中啊，选择了一个自我生存模式。这个模式多多少少会让你们有一点过度的自我保护，以及呢，有可能对于这个三维世界的情感并不信任了，然后指导灵希望你们可以慢慢的去疗愈自己，走出当下，还是一样啊，我们这个有可能是安全区域和稳定的区域，然后敢于去再一次热血的燃烧和冒险，因为未来有着非常美好的旅程在等你们。如果还是一样啊，最近的环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焦虑啊、压力、委屈啊，或者是有一点如履薄冰的感觉吧。个别朋友有可能遭受到了一些背叛呢，或者说不良好的待遇啊，没有关系，你们依旧拥有这个新世界的入场券，你们可以完全的去还是一样啊 surrender 放轻松去体验这场美妙的经历，因为美丽会重新降临到你们的世界当中，这个是没有意外的啊，没有例外的，每一个朋友都会。好，这边我们看到啊，天王星的金牛一宫，我们再看一下他们有其他的信息要给到我们。水星的摩羯二宫，金钱财富上，有些朋友你们当下有一点卡住，那未来呢，有可能你们可以去转换你们的方向，一些朋友是你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些有可能是行业，有可能是职业的发展轨迹，会突如其来给你们注入能量和金钱。而在未来呢，什么时候还是看到2到3个月之后啊，一些朋友会转业，会转行业会转到一些新鲜的，或者说之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一些领域和范围里边，这个是指导灵在教我们如何用三维的方式连接高维度然后显化到我们高维度的财富这个财富是非常充沛的。不过我觉得第一副组牌朋友，如果当下对于财富有一些局限性的匮乏的想法，比如当下我们有财富的危机有一些债务问题的话，那在未来的2到3个月之间是可以完全被解决的。而且在未来的半年当中呢，第一副组牌朋友有可能会积累到1桶金，然后也会越来越丰盛这样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基底是完全可以非常富裕、非常丰盛然后是什么阻挡了我们的这一个能量的显化？是什么阻挡了我们没有办法走向这个丰盛？打破我们局限性的想法。我相信你们的创造力会马上帮助我们给我们指引到最明亮的方向，去自然而然的、快速的显化出我们需要的、我们当下渴求的丰盛感，好吧？然后这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可以在新月以及满月的时候看到，其实新月能量是更好的。当新月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进行许愿可以跟我们的指导灵进行一些能量的连接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过去一个阶段，特别是这个10月之前当下我们看这个卡牌就是10月了，所以在这个10月之间，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和指导灵的连接不强，或者说时断时续的，因为现在3维度和5维度正在合一嘛，所以我看到过了这个10到11月，也就是当下开始，你们将会和指导灵有着更高度的连接这个连接还是一样，不一定在视觉上和言语上，但是一定会用你们的方法理解到彼此，并且得到彼此能量的支持。看一下信号很多朋友信号就是这个 sign， 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钟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这个数字可以看一下各方面的讯息，也包含了我们大众占卜或者说我们这个私人占卜各种各样的方式。指导灵会通过他们的方法教会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如何得到信息，如何得到意外的信息，如何得到对于我们有益有帮助的重要的讯息，好吗？你们之间是有暗号的，好，你们之间是有相互的这个重要的 sign， 这是你们的暗号这边宝剑7号和宝剑王子。好的，那这边呢，我们的信息在卡牌当中传递到这一边从星座上来讲，水象和风象来到这一组是比较多的，双鱼、天蝎、巨蟹，然后这边我们看到有金牛座，然后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平，还有摩羯座星座只是一个参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指导灵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和指引是什么，还有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卡牌啊。好，第一张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套神谕卡是法语的，但是有可能拼写差不多吧。这边是矛盾的意涵啊。那我们的矛盾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天平是我们人类的脊柱，然后我们正在衡量的是心脏和头脑。其实在很多有这个灵性信息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天平两端要么就是心脏，要么就是头脑。这是什么？我们是跟随我们的心，还是跟随我们的智慧呢？还是一半一半呢？那在物质事业当中，物质更重要，还是我们的灵性更重要呢？我们累生累世的业力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呢？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支撑它呢？对，我们人呢，只要是活在这个三维世界啊，承受这个业力就是一种矛盾，因为这个其实是二元对立的，它终究是不究竟的。所以这张卡牌其实意涵非常的深厚啊，非常的丰盛。那这指导灵在告诉我们是什么？作为人类，有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究竟的感觉，就是做什么有可能这个背后都有一个阴性和一个阳性能量，都有一个好和一个坏，所以我们在选择里边一定是无限矛盾的。而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要去选择的只是去经历它，和相信你们在高维的智慧、高维的能量给予你们怎么样的一些提示。而这个有可能通过我们的脊柱呢，也是在去通我们的灵，通我们的高我，通我们的灵感。所以有可能每个我们的存在都是这样的一个天平，我们应该去平衡它吗？我相信如果想让我们这个灵魂丰盛和健康茁壮的成长，一定要平衡它。平衡的是我们对于这个三维世界，包含了甚至是物质的，我们的身体上的追求、财富上的追求，以及我们在心灵上的追求，千万不要去忽视我们心灵的声音。然后一些朋友啊，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的健康指数将会提高。有些朋友头痛，有些朋友心口痛啊，或者说脊柱、腰椎等等啊，有一些疼痛的朋友，这个能量将会渐渐被化解。然后我看到这个能量从哪里走的，都是从我们脊柱向上走的，所以可以去关注我们各个脉轮的调整。我们去平衡脉轮，打开脉轮，可以让我们能量疏通，并且呢，负能量流走，高度的能量可以去注入。所以很多朋友也可以去做一下脉轮的净化啊。好，那我们看第二张啊，我们看到这个很优雅的女士啊 ，reciprocity 是互换和互惠的意思。然后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右边这个 compassion， 我们的这个观音啊，其实这套卡牌当中观音像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差不多的一个姿势，有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观音的手势是在做什么？在传法，在把这个高维的智慧去，有可能是显化，有可能是传递、传导到我们这个各个维度的世界里边。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存在其实是在做一个能量的互换，你们在给予的是光的信号，你们也会去收回到光的信号。这两张牌有没有越看越像啊？背后这个头顶龙也会非常的发光。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三维事业当中啊，首先你们的存在呢是很特别的，你们有可能在通过这个如果有可能是生命体的方式，有可能作为一个人类的方式去理解和集结智慧，然后你们也会平等的把这个智慧带给你们的指导灵家族，带给你们的阿卡西、阿赖耶识。然后当你们给予的时候，你们会收获更多，这个是互通的，相互交换的。所以我看到当你们给这个大地能量的时候，大地也会让你们非常的茁壮，非常的健康，并且非常的丰盛。然后我们这个饰品和这个衣着也非常相似啊，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适合让自己变得更加丰盛，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啊。然后你们要去更加注重和理解啊，你们和一些特殊的饰品和一些特殊的风水自然位置的连接，比如些朋友戴某一种饰品会让你们的能量更声旺啊，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个阶段，你们会越来越发现你们灵魂真实的色彩、真实的状态和真实的追求。然后第一组朋友，这个没有关系啊，不管你们跟指导灵也好，还是跟我们这个宇宙也罢，都是在进行一个能量交换的。好，所以你的这个吸收和你的成长也是指导灵的成长，你的付出有可能也是指导灵的付出，但是这个付出的背后，我们有可能也会换回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丰盛，所以这个也有多劳多得的一个感觉。我们有可能在事业上、在情感上、在精力上给出的越多，在未来我们在智慧上也包括了同等的情感回馈、财富回馈、智慧回馈也会得到的越多。这个金色大门一旦敞开，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是能量非常流通的。
最后一张我们就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的爱啊，给我们无限的爱。我们这个菩萨是坐在莲花上，用一个开悟的这个状态啊，度有情嘛。菩萨呢是觉悟而有情，并且呢是热爱度有情众生的。那菩萨非常爱世人，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把菩萨的爱带给这个三维世界，然后你们的这个心灵的莲花已经打开，所以你们头顶轮已经打开了。有更多朋友在未来这个新的时代里边，你们会用你们的方式去理解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然后你们对于这个众生，你们对于这个自然，你们对于万物啊，有情的众生也包含了动物，包含了人类，然后众生里边呢，如果是无情的，我们就有花草植物等等，你们都有爱，每一个爱里边都有质朴的无条件的智慧和空性的能量存在，所以你们的存在呢就是爱本身。当你们越来越学会去用这个方式理解自己也理解周围的时候，你们将会升级成为频率更高的彩虹一般的存在啊。这个时候你们的显化会非常的快速，也代表了你们可以去了却一些烦恼。就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像菩萨一样看破以及看空破相无所求的时候，我们这个愉快，我们内在的大自在会以及大圆满会非常自在的体现出来。这个也是第一副嘴巴朋友未来的境界这个美丽的三维世界呢，是你们的梦想之一，也是你们指导灵的梦想之一。所以我们可以去放开来，继续认真的，或者说不用特别认真也可以半梦半醒的快乐的去体验它。有很多过程有可能只是通过时间它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对于我们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抱有一定的积极性和一定有爱的态度，我相信这个宇宙会给予第一副组白朋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回馈，这个智慧会自然而然的流动，这个爱会流通，这个悲悯和对于三维世界无条件的保护和支持也会作用在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的身上。这就是指导灵要给予我们的重要信息了。那非常感恩和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今日的连结非常的荣幸以及开心传递这样的讯息，祝福大家呢在这个阶段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我们今天的卡牌看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淡黄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近期紧密守护你的指导灵是谁，要传递怎样的讯息和幸运的指引，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卡牌帮助第二副组牌朋友进行连接。那在进入我们的读牌之前，也让我们通过音叉振动的方式一起来净化我们的能量，连接我们的指导灵。好，对应到我们的红黄色的淡黄石我们首先依照惯例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37号Cat 猫的能量第二副主牌的朋友有养猫嘛，有是喜欢猫的人士嘛你们的指导灵带着这个古埃及的神秘的猫之能量，这个能量所带有的信息是 intuition 直觉。那我看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首先你们的指导灵跟神灵高维度的有权力和有能量的存在呢是有着直接连接的。因为我们在卡牌当这个正中呢看到我们埃及的神巴斯特神，好，它代表的就是直觉、感受、体验和能量场或者说意识的一个传达。那这个卡牌非常的有能量非常的 powerful。 我们可以看到有3只猫咪正在团聚在女神的周围，然后我们看到火光正在这个金字塔的周围蔓延，仿佛是一种生命之光，然后也是一种非常磅礴的，有可能是战斗能量，有可能是意念的传达。因为我们看到这3只猫猫都是炯炯有神的而且看到的是4个方向。而在这边呢可以感受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首先守护你们的指导灵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那再者就是你们的指导灵呢会有一种隐藏的特性，在低维的攻击和一些比较敏感的状态底下，他们有可能会选择去隐藏，不会非常的容易去现身，有一种神楼见首不见尾的感觉。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跟还是一样远古的智慧以及神的智慧有着非常强的连结。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猫猫是神的守护神兽之一，我
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字塔的能量，这代表了我们和高维度以及宇宙进行连通，进行学习，进行感应和表达。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是有重要的人生使命的，不管在灵性上还是这个三维世界的人生经历上。那我看到呢，你们有可能会在很多情况底下带有着一样的充满神秘、充满智慧、充满观察力和直觉力这样的一个魅力色彩的人物啊。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喜欢探案类的，然后喜欢有可能是吸血鬼类的 OK， 或者是某一种非常特殊神秘而古老的文化体系以及艺术的震撼，你们也是喜欢的啊。所以看到在你们的身边守护你们的指导灵呢，会给予你们非常紧密的陪伴他们虽然不一定是战斗系统的指导灵，比如说为了你或为了某一件事情冲锋陷阵，但是带来这个灵感和信息已经足够让我们去进行思考了。我认为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三眼轮和透灵轮是比较开的，所以你们也是基本上脑力工作者比较多一些。如果在这个三维世界啊，你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这个行业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基本上你们还有这种你们的第六感，还有你们的这个感官感受在帮助你们。除了你们的感官感受以外啊，你们的直觉会帮助你们做出非常多正确的判断。我看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 ，OK， 你们的指导灵呢跟随你们也是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还有我看到你们有同样的一个指标去达成，有可能是对于你灵魂的升级啊，所以你的指导灵基本上是辅助和保护型的，甚至是比较依赖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的。我能够感受到你们和指导灵的连接，也等于了你们和高维的神的连接。所以一些朋友你们还是一样啊，会有一些跟神的特殊的渊源，特殊的信仰，或者一些朋友有宗教信仰。我看到指导灵会传递给第二副组牌朋友非常重要的能量，让你们保持专注，保持谨慎，并且在一些重大的选择面前，你们基本上会有一种神来一笔，做出非常正确选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特殊的能力啊，这是指导灵带给大家的。我也看到大家身上会有一种神秘的魅力，让人捉摸不透，而且你们会在可见的一些情况底下理解环境周遭的这个振动频率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因素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们会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警戒、警备，以及通过散发神秘魅力的方式吸引到一些人事物到来。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会帮你们声望财富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那我们抽到的是 Autumn 是秋的能量。而在这个枫叶上，我们看到了一只乌鸦正望向远方。秋的能量呢，就对应当下我们这个信息啊，北半球的秋季，我们需要 release the old and rest， 我们需要去释放掉旧的一切，并且修整、调养一下，休养生息一下。这个秋季呢，是我们能量转换的重要的一个时节啊，尤其是我们当下这个年度的秋季。好，我们的10到11月呢，会发生非常重要的星象的变换，我们会感受到外界的这个客观环境正在重组，并且以一个新的方式正在打开，所以非常多旧的模式、方式，甚至是我们的思维习惯都在发生转变。当下呢，是一个去释放它、调整它，并且呢静待的时机啊。最近大家可以多去休养生息一下，让环境渐渐发挥它的作用力和能量，我们再行事不迟。那我看到第二组的指导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黑黑的羽毛、黑黑的皮毛啊。你们的指导灵首先具有这个隐藏的功能、隐身的功能。还有各位朋友，你们的指导灵其实能量非常的强大，他们有可能和大地或者是魔法能量有着连结。有些朋友你们在累生累世做过魔术师，所以你们周围的灵性动物都非常具有一种感觉有法力啊，或者说非常神奇，或者说带着非常多神秘信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到有个别的朋友呢，你们也会和萨满结缘，或者说你们会和自然结缘，在自然当中会找寻到更多的有可能是拼图，让你们去感受到这个生命和这个灵性在教会你们什么。
我看到第2组的朋友啊，就是这个指导灵对于你们的保护都是意念上、直觉上的，所以你们将会被提醒到很多。那如果之前一段时间第2副组牌的朋友并不是对此很敏感啊，指导灵在告诉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你们的直觉在告诉你们什么了，因为你们的直觉其实是非常准确的，你们的感受，你们的触角，然后你们对于一个事情多维的判断，就有种透视眼的感觉啊，其实是非常灵活且清晰的。相信你们的感受，你们可以做出更加的判断啊，并且这些决断能力会在最重要的时候以及时刻帮助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进行最好的选择，有可能是进行更幸运的选择啊。还是一样，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会给你们带来意外的机会和财运。你们的指导灵是非常直接敏锐，然后有神秘感、有隐藏能力的灵魂。第2组看到动物指导灵也是非常多的，还有就是神灵啊。动物指导灵是神灵的，可以说是护法神呐、使者啊，或者说是你们同灵魂家族的家人，好吗？可以这样说。下面我们洗牌来看一下我们第2组朋友的。好，你们的指导灵是谁呢？我们看一下能量是怎么样的。我们先看看能量。我们看到 Seven of Pentacles， 好，金币7号 ，Five of Pentacles，Pag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金币侍从。我们继续洗牌看一下，我们第2组的指导灵在哪里？能量是怎样的？这边我们看到力量牌先飞出来，然后这边是恋人牌，这边是 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好，信息已经足够了啊。首先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隐藏了很久啊，我看到这个不像是被封印啊，就是在恶劣的环境里边，他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去施展他们的能量，有可能他们遭受过，不管是3维度还是高维度里边，比较艰难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在能量上，在物质上是匮乏的，或者是非常需要漫长等待的，酝酿他们的灵魂的觉醒，酝酿他们能力的提升，他们也度过了非常漫长的阶段。我们在三维世界的这个寿命啊，人类100年，对吧？这个是我们的人道啊。那如果到了这个天人或是阿修罗道，那寿命有可能会延长到几百年到1000年不等啊。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时间它会拉长，但是能量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所以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如果是在高维度啊，其他的维度，他们忍过了，有可能是100年的估计，并且呢，终于在某一个时刻真正的寻找到了，有可能是悟到了法，悟到了道，并且呢，取得了他们修行以及生命上重要的成绩，也同时取得了自由和缘分的连结。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力量牌配了我们这张猫之女神啊，能够感受到你的指导灵其实再去寻找他灵魂的港湾，灵魂的栖息者，所以他们一定会去找到非常具有能量的维度更高的，有可能是美丽的美好的神灵，去用爱的方式进行学习和进行能量的升级。那在某一个时刻呢，有可能我们这边流浪的指导灵呢被神发现了，所以他被给予了更高的智慧，他被给予了勇气，也被给予了有可能是一些神通和一些连接3维世界多维世界的方式。而这个很像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看到了智慧的果实，看到了这个3维世界更加广阔的多象的一切这个象就一一产生了，红色的绿色的花园，那花园以外的自由，男性女性等等这些象产生之后，这个世界在爆发。所以我看到其实第2副组牌你们的指导灵呢观察了这一切他不一定观察到了亚当和夏娃，但是他们有可能观察到了这个3维世界的变化是怎么样的。我看到他们其实是通过一面镜子，或者是通过神灵给予他们的一些课程，远远的看到的。所以我看到第2副组牌朋友，你们的指导灵不一定在3维世界频繁的轮回过，有可能有过一次有可能有过简单的一些经历和经验，但是他们的选择依旧是
认真的求学，努力的成就，然后在美好的某一片家园当中，去帮助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进行一些显化。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和你指导灵的缘分应该是在神灵的这边结缘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金币侍从到力量牌，有一种孤单等待到圆满丰盛和光亮的感觉。因此我看到这条路你们的缘分是深厚的，这条路也并不是容易走通的。但有缘分的就是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和指导灵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方式去给予对方信息。然后第二组朋友的指导灵其实是悄悄默默的在给出非常多的这种震动信息，来提醒和保护我们的这一种。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柔软、善意，而且充满了谨慎和睿智的。而在经历过了一段时间的压抑，有可能是100年的孤寂100年的孤寂就好像是一个灵魂要在一个被封印的空间里边去等待徘徊，或者是一个种子在酝酿生机它终于有灵了。我们可以说有情的众生我们都有灵，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植物类然后有一些有可能其他道的生命体征有生命体征的这个灵，他们需要很久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比如说拥有智慧的根，或者是长出情的根。当然这个智慧在宇宙当中是平等的，而情这件事情是三维世界投影呢比较重的。我们是有情嘛，我们是娑婆中的有情众生所以我看到呢还是一样，有可能你们的指导灵和你们是不同道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好，进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指导灵和我们的连结是什么样的呢？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很喜爱你们，会跟你们有一种很想贴贴的感觉然后指导灵有一种猫系的可爱，这个猫系的可爱的背后也有一种兽系的这种有可能是保护性和攻击性。我看到指导灵很爱你们，爱你们的色彩，爱你们的这个 aura 光环而且跟你们呢会有一种非常调皮、非常志同道合的有暗号式的连结。我看到你们曾经呢在某一世帮助过你们的指导灵，让他印象深刻、印象非凡，甚至你们是曾经救过他的人。这个缘分一旦结成了呢，指导灵会非常忠诚的守护在你们的四周。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连接，信息又是怎样的。第一张是魔术师sorry， 这是一张 Wheel of Fortune。这套牌是2面的卡牌很神奇。我们这边看到是 Wheel of Fortune， 还是一样命运之轮牌，但是背面我们看到是魔术师神奇的信息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传达这个信息。好，第2张我们看到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侍从牌。继续抽牌OK， 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的逆位。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Judgment， 我们遮挡一下这张卡牌审判牌。好，我们这边飞出来了教皇牌耶 The Hierophant。 然后我们这边都是大牌，有没有？我们看到力量、恋人、审判和教皇。首先第2组的朋友你们的背后是有幸运指导灵的，指导灵是给你们带来幸运的。我看到在你们最伤心和最失落的某一些瞬间，你们和指导灵的连接会变得非常的明显。这条线原因在于你们之间的这个情，然后你的心可以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在三维世界以外都是透明的，所以你的指导灵呢会第一时间的感受到，并且呢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就是守护对方。感受到对方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危难，你们会帮助对方扭转这个命运之轮的大轮。
帮助对方去进行实实在在的一些计划和转变。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会有一个魔术师的气息啊，因为我们这个卡牌飞出来的时候就是这边朝上，在夜空底下。好，这个命运之轮不一定只受我们这个命运女神啊和我们的各神的这个保护啊，或者说是运作。我们也看到魔术师也在运用命运之轮去打开着一些什么。那魔术师的手上拿到的是我们这个通关生死符啊，一个权力的符号。所以我觉得首先你们的指导灵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个能力有可能是通关的能力，有可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通过穿越生死找到智慧，找到线索的能力。不过这个能力我们拿到三维世界是越举的，有可能是不能运用的。因此我看到他们在用各种各样帮助你们去学习去提点的方式转换你们的人生轨迹，那帮助你们去完成你们的心愿，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心愿。出现圣杯侍从和宝剑3号的逆位，就是你们是心连心的，而且这个起心动念，相互的起心动念你们会感受得到，并且呢我感觉到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和指导灵其实达成了约定，去生生世世的相互守候，而且变成对方有可能最忠诚的陪伴者，有可能最忠诚的同学，最忠诚的同修等等吧，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大家不要怕，有些朋友会觉得我没有感受到啊，或者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吗？在对的时间，你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受到有可能是一些朋友觉醒之力，当觉醒的能量出现在你的世界里边，当一些神乎其神的，有可能是梦境啊，或者说一些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像啊，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边，你们会马上的认知到和理解到这一点。所以说个别的朋友有可能在未来你们会遇见一些刷新你们认知的事件，让你们看到指导灵真实的存在。那这个宇宙背后原理，这个宇宙背后智慧，以及你们灵魂发展方向的这个真实的存在，这个并不是我们臆想的。这边出现教皇牌，你们有同样的宗教体系啊，然后有可能你们也会想要服务于某一种有可能是宗教精神，有可能是哲学智慧精神，人类精神的传承。有些朋友如果你们痴迷一些比如说历史啊，你们痴迷一些古典啊典籍等等啊，或者说你们比较喜爱某一种可以说是宗教的方法，或者是历史人物，这个代表了本身你们跟这件事情就有着非常深厚的缘分和连结，有可能你曾经参与过。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的这个修行和提升灵性提升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高的。我觉得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指导灵希望你们能够更快的去有可能是释放掉旧有的，特别是在星轮和太阳轮上面的这个压力和杂质，这样的话你们会有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我们大天使已经降临了，你们将会看到更多更广。我看到你们的视角有一种360度视角的感觉，就是说你们的头顶轮和三眼轮非常的开阔，而如何去使用它，有可能是当我们清除了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上一定的负面能力的杂质，不再为三维世界这个情的波动所过度困扰的时候，那一个瞬间你们会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能量的涌入。当然这个可以是通过阶段性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就是非得要一步到位这个对待我们来讲要花非常多的功夫去修行，而且这件事本身也是非常需要定力的，非常需要时间的。我们突破三维这个人的感受、思考和生理的局限，本身就是一件逆人道来，逆着我们生理的本能来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看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机会和能量都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指导灵希望帮助你们再试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讯息出现就是你们之间是有契约关系的，有约定的我感觉到是一个约定，是一个相互学习的约定。所以我看到你们指导灵只是在提醒你们这一点而已，千万不要忘了你们是非常有能量的人，你们曾经是这样的灵魂。然后我看到是简单直白的信息对于第二组朋友来说，你们的指导灵直接务实而且谨慎，然后他们的目光透明和纯粹看
看一下指导灵要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Ace of Swords, Two of Pentacles, King of Pentacles。好，我们把卡牌要整理一下，要抽一些。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的逆位，金币国王的正位，看一下。指导灵要说什么？Star in reverse, the moon in reverse。我们看到的是月亮，这边是莉莉丝的女神，是月亮的反面。那月亮的正面，我们可以看到，好，这是传统的月亮卡牌啊。这边从蝎子变成了一只巨蟹啊，然后我们在遥望着圆圆的明亮的月光。首先第二组的朋友啊，指导灵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冷静下来，要 cool down。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们感受到比较慌乱呢，比较忙啊，然后你们的一些主要的计划会受到情绪和周围人的一些裹挟和困扰的话，你们需要冷静下来，通过理性抉择，你们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们面临这个选择的话，你们要选择踏实稳定然后且可视能力比较高的这条路。比如说我们有2个职业选择啊，然后你们现在需要去，有些朋友如果这个是你们都要去选的，你们要排一个优先顺位嘛。首先你们要注重的是实际，什么可以让你们更加丰盛更加稳定，什么可以让你们的生命能量包含3位世界的能量啊，处在一个丰盛状态，你们是有机会去建设它的，但是不要动摇。我看到周围有可能有一些人会动摇你们，有可能你们内在的不安全感会动摇你们，让你们没有办法在某一件事情上坚持下去，或者说信任下去。那指导灵在告诉大家的就是啊，你们离突破这个事情和得到完美的结果就差1步了。这1步有可能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我们看到这边有塔牌的出现啊，塔牌和权杖1太阳牌的出现，有可能一些朋友这个是一瞬间的事情，比如说你们去做一个计划和抉择，也有一些朋友在未来的半年，你们的生命将会出现着突如其来的变化，比如说在事业上你们要进入一个转折期，你们有可能会被推上一个高频率高速发展的轨道。也有很多朋友啊，你们需要在最近这段时间去在内心里边做一个真正的调整。我们看到圣杯国王的逆位嘛，和月亮牌出现，就是你们真正的恐惧恐慌，甚至有的时候恐惧和着急它是一股业力啊。我们看到牌的背面是莉莉丝的女神，累生累世在你的心轮里边积累过什么，这个阴暗的能量，或者说让你有的时候不得不阴暗一下，不得不怨一下，抱怨一下，委屈一下的这个能量需要被及时的释放。因为当我们新的月亮升起和照亮大地的时候，一切将会变得是透明的和全新的。而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需要为此做好更高程度的准备，要让宇宙和月亮，要让天空看到我们啊。所以你们的光亮程度 OK， 你们准备的这个程度就是当下你们的这个自我能量的调整了。所以我看到指导灵在帮助你们啊，首先做理性的决断，再者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当下还在2元对立的选择里边纠结和摇摆，最近这个时间是你们做出决策非常重要和非常成功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很多朋友不要再拖延和不要再犹豫了，因为对的时机就在当下，这个会作用于你们未来的半年，有更多的重大调整和积极层面的转变将会到达你们的生命。而你们恐慌的，或者说让你们有一种止步不前，还想要再等一下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战车的逆位和金币8号，看看啊，权杖8号，有可能第2副牌的朋友对于一些事情你们觉得准备不足，你们有可能也会觉得你们是否在一条对的路上，然后未来是否能够呢跟我们计划和想象的一样。我看到上天在帮助你们啊，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等待的结果，等待的答案和发展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的被送到你们的世界当中。
所以一些朋友会觉得，哎，时机不成熟，或者说我还是不成熟的，或者说我的能力是不够的，这个想法可以摒弃掉，因为你们的内在本身就天然的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能量了，有可能在最近的这个时光上面书写你们的未来，你们的未来本身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开展然后去发育，然后有可能是去推进。所以最近这个时间，甚至在前3个月卡住的朋友，可以不妨再试一次啊！我看到你们要坚定内心，不要为了周围任何人的评判所迷惑。还有就是跟着你们的直觉，在最近的下一轮满月出现的时候，第2副组牌的朋友非常有可能通关成功，就是一个你们担心已久的事件会办成，然后有可能你们在等待已久的人会给你们明确和正向的回复和答案。也有一些朋友在金钱上我看到你们的财富运在提升，所以如果怎么讲呢，就是做你们直觉上的选择吧。然后如果你们真正的去选到了某一个 option 某一个选项，然后你们可以去用丰盛的方式给予它能量显化和支持它，在未来的一阵你们就会发现这个果实是非常丰盛的，你们就是丰盛的地基啊，不需要任何人。如果说第2副组牌有没有贵人的话，你们的贵人是你们自己，但是还有就是你们的贵人是宇宙，所以你们想见的事情，你们想要去显化和看到的事情，宇宙也会给你们进行非常重要的帮衬啊。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方面，金钱方面的困扰会随着你们的 grounding 你们的扎根落定而真正的开始蔓延。我们看一下情感方面有什么样的信息给到我们没。Queen of Pentacles 这边我们看到金币国王，这边有出现金币皇后啊。看一下我们感情方面 Nine of Swords， 我们看到 Tower， 看一下情感方面的信息是怎么样的呢？好 Ten of Pentacles and Justice， 你们是有正缘的呀。第3副牌的朋友，有些朋友有可能已经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感情，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的正缘和你们相辅相成啊。有各位朋友，这个是你们的累世的这个 Divine Counterpart 神圣伴侣就是你们天生一对。也有些朋友，这个是你的 Twin Flame在一个5维度的新的世代，有一些过去碎裂过的事情已经不必你们担忧。我看到你们已经成为了更好版本的自己，所以随着你的这个城池和能量场的扩大，你在变得更加丰盛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会没有任何疑虑的被显化到你的世界里边，这个是没有意外的。跟你们结缘的人，不管是父母亲还是另外一半还是未来的子女，都是你的前世家人。所以你们的缘分比较深厚，因此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不一定会在未来只是去修行，只是去自我提升，过一个寡淡清新而轻松的一个生活相反，我觉得你们身上是有一定的任务和使命的，这个里边其实也有去帮助周围，帮助你的亲人，帮助你的工作环境当中的一些伙伴。然后宇宙要告诉你，出现在你身边的所有人，这边有正义牌和金币10号的逆位，都是和你前世有缘分的。神奇的剧本再一次被聚合和重写，所以你们有机会去重写你们的剧本，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式让这个剧情变得更加的充满能量，并且这一定是在你们成熟的时候，更加成熟一些的时候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可以专注一下你们的个人发展，有可能是3个月到半年。如果一些单身的朋友在问，那我这个正缘在哪里？已经被安排好了，那宇宙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这个触缘的成熟。那我们该去做一些什么呢？我看到指导灵在告诉第2副组牌朋友，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你们只要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缘就会在非常快的一个瞬间迅速的生成。因为这是你上一世的积累好，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打算在灵性上做更高的提升的话，我看到其实你们的家人也会给予你们灵性上生命上非常重要的提点和积累，所以爱这件事情相反也是你们成长和成熟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也是一个学习的旅程。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爱，但是不去过度着相啊。然后爱你的人会出现啊。OK， 有些朋友你们的正缘快要来了，然后有一些朋友你们的 baby 有可能你们的家庭成员快要来了，有这样的信息啊。然后你们是如此的熟悉啊，我看到就是潜意识，你的指导灵跟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有这样的信息送给大家。好，在星座上来讲，我们这一组图像星座摩羯、金牛、处女，这边狮子座、双子座 ，OK， 双鱼座、巨蟹座，在这一组比较多，还有天秤座啊。这个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OK，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也抽了一些神谕卡，这边首先我们飞出来2张，我们抽卡的时候飞出来2张啊，这2张牌其实连接在一起。首先这一张呢，法语的神谕卡翻译过来是心啊，日语的翻译是 heart， 就是我们的这个 kokoro 啊，我们的爱心的心，对吗？心轮的心。我们看到小熊正在非常快乐的跟蝴蝶一起嬉戏。这个时候，我们小熊的心轮正在放射快乐啊，这个就是快乐的光。好，那第二点，我们一起飞出来的是一张脐轮呢。脐轮中间是什么？脐轮、太阳轮和心轮在我们的躯干正中间啊，连接着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看到首先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让自己开心起来，你们需要让自己回归到你们内心小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们重回天真快乐和安全感。然后你们是值得快乐的，所以有可能指导灵会带来一些快乐的、有趣的、可爱的信息在你们的世界里边。当你们看到比如说蝴蝶呀、小动物啊，然后有可能是飞鸟的羽毛啊，可能是自然中的一些信号啊，你们自然而然的会打开这个心轮，感受到快乐。指导灵希望你们快乐。第二点，当你们快乐的时候，你们的灵魂的这个色彩、能量以及使命会真正的形成。在这个时候，你有能量去显化和生成你想要的一切。所以指导灵也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人生的某一种跨越。当脐轮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的是自我认知和认同，包括在性别上，在我们这个人生做的，比如说事业上，当我们是谁，我们是我，那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成为我的时候，脐轮的这个课题就会产生了。所以呢，指导灵在告诉大家，你就是你，独特的你，闪光的你。所以快乐做自己，你们的脐轮自然而然的就会被修复。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之前经历过负面的感情经历、亲密接触，那脐轮呢就会跟彼此产生就是跟情感对象产生一个链接。指导灵希望你们用快乐的方式呢，去砍断这个链接，回归到你们快乐的本能里边去啊。因为你们身上有的时候的能量不是属于你们的。甚至如果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遇到的感情是带有一定的情毒的比如说贪嗔痴慢疑的情毒，会让我们多多少少引起震动，引起情绪上的震动。指导灵呢，在帮助大家通过满月去消化和释放掉这些情绪上的压力和负面的因子。下面我们看一下后边的卡牌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双手正在给大地注入金币，有没有？所以我们首先看的是 abundance。所以我看到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是给你们带来财运和财富的。如果有一些朋友会说我最近的财运没有很好，我看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半年，你们会有偏财运而且你们的合作运也非常好。然后如果是在做生意，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些项目的话，我感觉到应该是那种非常兴隆，然后人气非常旺盛的感觉。在你们大地上不管在做什么，你们都会源源不断的去吸引到这种丰盛，因为指导灵爱你们，好吗？跟人的缘跟我们包括了家人友人爱人的缘，这是我们个人业力的造化。这个是有一点困难的部分因为它涉及到别的灵魂和别的灵魂的使命，其他的灵魂家族。但是在财富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每个人所享有的这个物质的供养，在宇宙里边是非常丰盛的哪怕一些朋友会说，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看起来努力赚钱，看起来过一辈子，很多人并不容易但是这个丰盛的概念，指导灵需要给到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发动机，去真正的点燃它和显化它。所以你们是具有这个能力的要信任它。那我们抽到这张最后的牌是 partnership，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阴阳的能量这里边我们看到是2个女孩子。
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情感，我觉得跨越性别啊，不一定是同性还是异性，但是你们有可能非常大的几率会遇见你们的双生火焰 （Twin Flame），或者说是神圣伴侣。divine counterpart，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你们前世的另外一半，你们之间的能量是互补的、互融的，并且你们在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去感知，会给予对方很高的支持。你们的合一有可能会让一个事业或者说让一件事情的发挥和发展，达到更高维度的状态。所以这个能量非常丰盛，因此指导灵会帮助你们去结缘这样的人，也会帮助你们去在生命当中拥有这样的机会。起码我们这边是有合伙人，或者是有伴侣、有陪伴的。这张牌我们可以看主牌啊，我们指导灵黑色的猫喵有没有像这个黑色的女神？所以不管其他人有没有在你身边，我看到起码你的指导灵会永远陪伴着你，好吗？好可爱哦，用他的方式好吗？站在你的身边，包容你，而且你们是合一的啊，你们的形象具体到是重叠的，好吗？在三维世界里边也是重叠的。将这个星期送给大家，好，祝福大家呢，在这个秋季啊，真正的去 release 释放掉我们旧有的模式，通过打开我们的脐轮、太阳轮、心轮的方式，快乐的去显化你们的丰盛、幸运和快乐，而你们是值得快乐的，你们是值得被支持啊！我还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会拥有丰盛的事业以及家园。所以这个情感关系，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不再沉溺于情这件事情，反而会更加的踏实下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sign。在这里祝福大家，也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白松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在进入我们的读牌之前，首先我们一起来通过音叉振动的方式来净化一下我们的能量。好的，我们今日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啊，是来连接一下近期紧密守护我们的指导灵是哪一位。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指导灵跟我们当下的这个连接，以及要传递怎样的讯息和幸福的指引、幸运的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我们第3组的朋友们取得需要的讯息。对应一颗白松石，首先我们呢依照惯例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我们看到的信息好可爱啊！又是我们的虎鲸啊，这张卡牌在我们之前的大众占卜出现过。好，30号 Oka，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是 Sunrise。 好，我们看到沉睡的公主啊，正沉睡在我们的海底，然后好多虎鲸正在用爱她的方式啊，轻轻的守护着她，我远远的观望着她，并且正在聚合向她。那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就有这个深海的能量，亚特兰提斯的能量啊。我看到，首先你们在高维度的空间，有可能一些朋友是天狼星和昴宿星曾经生活过，所以跟你们结缘的指导灵呢，首先就是你们还是一样啊，过去甚至童年成长时期的灵魂家人，守护者。然后你们的指导灵在告诉你们的就是哪怕你有着当下你的 DNA， 但是你可以去打破和创造的非常非常的多，你可以去越过任何的一条时间线和空间线，去创造你想要的，因为你们是奇迹的小孩。我看到第3组朋友本身你们就是高共感的、高敏感的人群啊，还有就是在灵性和艺术创造能量上，这个爱的能量上是非常博大的。由于这个爱的能量博大无论是去通灵我们去通周围的人还是动物，还是这个宇宙银河等等，还是去感知，还是去创造，你们的能力基本上都是有一种神乎其神的超越一般人的，不是这个3维世界所培养能够拥有的。而这个 Sunrise 也代表了你们的指导灵在通过这种美妙的声音震动的方式传达信息给你们。当然了，我们在这个3维世界，我们在陆地上不一定全部都盖到，但是在你们的梦境深处，你们一定能够感知到这一切。好，第3组的指导灵家族跟亚特兰蒂斯的连接是比较强的，这个是爱与守护的一个命题，并且我看到呢无论在你们做什么，无论在你们要去决定什么的时候，你们被支持、被理解和被给予能量的机会是更大的。
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生命啊，有着非常重要的使命，是去改变你之前的这个 DNA 链条，或者说家族业力的链条啊。这个链条我们说怎么改变和怎么打破啊？只要我们超越了遗传，只要我们超越了过去家族的模式，不管是情绪的、身体的，还是感受上的，还是个人见知上这个模式，就代表了我们这个 DNA 链条的打破已经成功了。当我们去打破一个家族业力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是一个逃避业力、逃避课题的人啊，相反，你们是创造奇迹的人。好，当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挑战这一切，去更加温柔且更加自信来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身上爱的能量会将一切融化，包含了所谓的业力。所以爱呢是超越业力这个范畴以上的。当然，业力是宇宙的法则和这个不变的铁的因果律啊。如果超越它，当我们这边拥有大爱，拥有纯真的心的时候，这一切将会变得透明啊。不着相的话，业力也会消失。所以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在练习和学习的是如何创造灵魂上的，还有就生命旅程上的奇迹，爱的奇迹。然后你们的指导灵非常非常的爱你们。我看到他们的歌有可能是歌声，有可能是高频率的震动，在给你们的能量就是爱。所以我觉得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具备非常高的爱的能力，你们也具备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我看到你们的内心小孩在被滋养。那还有很多朋友，我觉得指导灵会通过没有语言，但是是爱的能量的陪伴的方式，有可能会为你们祈福会通过他们独有的方式。更多的朋友呢，有可能是老灵魂，就经历过蛮多的轮回和学习的。也有各位朋友，你们是新鲜灵魂，有可能更容易来到第3组。那新鲜灵魂的话，就是我们经历的课题和轮回少一点，业力少一点，内心更加纯粹，所以你们拥有的幸运指数会更高。那么我们的副牌就是一位水的皇后，这个能量有没有非常连通啊？ Water Guardian OK Connect with your emotions， 连接到你的情感。在上一组里边，我们说我们要去释放和基本上摒弃掉我们的情感grounding。而在这一组里边，相反的一个修法，相反的一个法门啊，是连接我们内心当中最真的情。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个情的纯以及美和光的程度非常的高，所以这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的源头。第3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身上有一种爱和美丽。这个美丽会让人呢过目不忘，动人心弦。还有就是你们会有非常能够去触及到人灵魂的这个双眼和眼神。那第3组朋友其实是和海洋的女神连接非常强的可以追溯到我们人类文明之前的亚特兰提斯时代，你们就曾经拥有过这样的高共感能力，去感知去疗愈，然后去陪伴和创造这个星球非常高度的一些技术有可能是一些专业的领域，有可能是智慧和灵性的领域。连接你的情感，打开你的情感。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的情感有可能在心轮的深处沉睡。那最近这个阶段，你们会被更多的触动起来因为你们的指导灵在学着触动你们，试着去触动你们。为什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3维星球和5维度合一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越多的被触动，越多的去感受到你们心轮的变化。有可能一些朋友最近在生理上，在感受上也会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波折，有那么一点点的被震动的感觉这个感觉其实是一个开始，一个心轮打开的象征。那在上一个阶段，我看到一些朋友闭合你们的心轮，是因为你们在成长，你们需要去摒弃一些负面的压力。那当下为什么打开？因为对的时间已经到来，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打开情绪，释放情绪，温柔的调节情绪和共通情绪的方式，来帮助这个3维世界，当然也是帮助你们进行更高维度的提升，帮助你们和你们的这个指导灵大天使进行连接。好，第3组的指导灵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这个虎鲸也好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远古海洋生物也罢，我们还有就是水之女神。所以第3组的朋友，你们是有可能水象星座比较多，有可能和水海洋湖泊河流的连接比较强，你们有可能出生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岛屿等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紧密守护我们的啊，近期紧密守护我们的守护灵是谁呢？它的能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过我们 Tarot 来一起连接一下。好，我们这边洗牌啊，我们把卡牌整理一下。哎，好 ，Magician 先飞出来，这边是什么？命运之轮啊！哦，命运之轮帮我们的女神的牌转圈圈了哦。好，很神奇。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周围有这个海洋的精灵、水的精灵啊，在守护你们啊。然后精灵也是拥有翅膀和鳞片的。非常美丽。战车牌的逆位，这3张都是这个 Major Arcana， 都是大牌。我们再抽一下，我们这个守护灵的能量是怎么样的？好，飞出来了 ，Ace of Cups。The High Priestess in Reverse， 哇，好神奇哦！这个卡牌非常明显的带有了，首先不是这个3维世界的信号啊，你们的指导灵一定是在镜面的5维度的某个空间跟你们进行着超感的连接。然后我看到你们指导灵能量非常强大，首先出现了命运之轮啊，然后就触动了我们这张 Water Guardian 啊这样的一张卡牌，这代表了。你们的指导灵也好，还是你们也罢，拥有非常强的共感能力，你们就是能够感应到和感知到对方。在魔术师出现的时候，代表一颗水星啊，就是它会去帮助你们，让沟通能力更强。所以你们之间有着你们沟通的方式和互相理解的方式。命运之轮和魔术师同时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指导灵会帮助你们。就是你们本身就是天资聪颖和聪慧的啊，所以这个帮助是什么？有可能会拥有更直接的方式，可以和你们连通到。我看到啊，你们在某一些神奇的，有可能是巧合和机缘之下，曾经理解过这件事情，曾经有可能和指导灵产生过非常亲密的一些连接和互动。那后面3张牌，战车、圣杯一和女祭司，就是你们共同的一个目标是传递高维度一个无条件的爱来到3维世界。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镜像的一个能量，我们的女祭司正好在看着一个镜子，所以镜像能量会让我们这3张就是逆位的卡牌变为正位的，也代表了你们共同的理念，在过去一起约定的和一起奋斗的这个理念是传递无条件的平等的爱，这个是宇宙的爱。好，所以呢，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首先是比较大爱的，再者就是他们的能量场比较高，有可能在7维到9维之间生活。然后紧接着也能够看到指导灵内心当中依旧有强烈的愿望去帮助到我们，也帮助到这个3维星球。所以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应该是光之工作者或疗愈者是比较多的，高感人群也比较多的。然后你们身上有着对，就是天狼星和卯宿星，我们刚刚讲啊，就是高维度的星团、星宿这样的能量。然后指导灵其实并不是偏心的，他们对待你的爱同样伟大、深刻、博大，像宇宙一样，并且他们认为呢，一旦拥有了这个爱的能力，你以及你本身，甚至是每一个灵魂都具有同等的能量、同等的法术啊，然后进行这个爱的传递。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当没有爱的时候，指导灵没法和我们连接，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有可能需要调整我们的心轮、喉轮到我们这个头顶轮的这个部分。我看到一些指导灵当下在努力的跟你们试图建立连接，有一些朋友如果还没有感受到的话，然后这个连接在未来，当我们的个体啊，我们这个身体3维世界的身体也在进行着就气脉的变化嘛。我们在打开脉轮，我们在成长，我们的意识在变得更高，有更高的觉知、更高的能量的时候，这一刻会到来的。因为命运之轮你们是有极其有缘的。我也看到第3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是自由的群体，
他们有可能更加注重的是感受，有可能他们会运用这个艺术自然的方式传递爱。然后指导灵跟大地之母和海洋之神的连接也是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然后指导灵是爱的神啊，也有一些朋友是智慧的神，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摒弃战争和摒弃武力的方式非常善良的族群啊。进而我们再看一下指导灵和我们的连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抽牌哦。好 ，King of Swords， Lovers in reverse。这边我们飞出来的是好，圣杯的骑士啊，圣杯的王子逆位 ，Knight of Cups。我们再继续抽牌，这张牌要飞出来 ，Eight of Wands。Five of Pentacles， 指导灵和你走散很久嘞。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们的觉醒和一路的成长是，就很像是深海当中沉睡的公主一样，有可能投身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你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去完成某一个阶段的成长，完成某一个年龄的成长。但是当觉醒之后，你看到的界面和看到的这个，有可能是维度。有可能是这个视野将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会觉醒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你，因为在之前这个阶段我看到你们的连接是很稀薄的，原因在于还是一样啊，不同维度有可能你们的这个什么赫兹呢，还是频率啊，还是所处的空间都不大一样，所以在前一个阶段你们在各自流浪，而且呢思念对方，然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去寻找对方。Justice，Ten of Swords， Two of Swords， 天哪，看一下还有什么星 ，Five of Swords，Oh my God。Nine of Pentacles， 不管什么在阻止着你们的通信往来，阻止着你们去触碰对方啊。我认为有一些是，负面能量的压制啊，有可能是业力啊，有可能是当下我们要去突破的这个个人觉醒的课题哈。然后在丰盛和成熟的时间，这个暗淡的，然后这个有一点悲伤的、有点孤单的旅途将会结束掉。出现了金币9号。然后指导灵在惊叹的是，当他们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你居然也在用你的方式成长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美丽的灵魂啊，美丽的人，美丽的一个形象。所以他们能够看到你心灵的美啊，就像当时你们生活在一起，曾经见证过你成长时候那个状态一样啊，他们其实非常的为你自豪和骄傲。他们非常的欣赏你以及爱你，在内心当中呢喜爱和支持你。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很神奇的，哪怕指导灵无法接近你们，你们负面能量也很难接近你们，因为你们周围有一个自我生成的重要的保护罩，可以让你们不管是在深海，还是在这个三维世界，还是在当下这个生命里边，你可以拥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去成长，也可以拥有一个安全的世界去休息、去沉睡。所以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看到你们像是珍珠一样会越来越亮，然后你们也会拥有特别的际遇去打开你们灵性的旅程。我们看一下这个旅程有没有打开。 Nine of Cups， Five of Cups， Queen of Wands。 第三组的朋友要接近一下水源啊，不管是湖泊、海洋等等啊。我们看这边看到金币王后，还有金币侍从。但是你在哪里，你的指导灵的能量场就会努力的到达哪里。所以如果你在三维世界去 grounding， 指导灵们也会学习着在这个三维世界 grounding。你是金币王后，对方是金币侍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已经找到了稳定的人生发展方向，而且通过你们的这种自给自足啊，通过你们的不断学习和坚持，我看到你们其实非常诚恳的在用你们的方式去
完整你们的生命，过你们的生活。这个其实是让指导灵非常震惊的，因为他们很疼爱你，他们有可能会心疼，他们有可能会理解你的种种的不容易。不过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指导灵在说的是，你已经长大，你好像已经具备了能力去独立，但是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方式继续守护你。当你已经寻找到自己的方式，也代表了你终于打破了之前不管是灵魂上的还是经历里边的一些业力和因果，你已经打破了。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非常健康和非常成功的做自己，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你们会越来越丰盛，你会感受到你们个人能量在深入在每一件事情上，深入在每一个跟人的连接上，也深入在这个生命全部的旅途当中，从现在当下到未来，乃至我们的过去，有可能都会被当下的你滋养。一些朋友会说，当下是你们的一个灵魂暗夜期，或者说还没有爆发出这样的能量。我看到非常快的，在最黑暗的时候，你们的能量就即将爆发了，也就是这个月我看到不会再晚了。有更多的朋友在最暗夜的时候爆发的能量是最坚挺的，你可以运用这个能量去点燃你的生命，照亮你的生命，也照亮周围人以及你指导灵家族的前路。当然了，第三组朋友这个并不是要你们当一个救世主，我认为你们可以去做的只是在传递这种丰盛和爱，你们值得以及配得幸运和丰盛的人生。所以之前战胜了险境，独自战胜险境的朋友们，你们通关了。然后如果进入了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你们将会发现事情会随着你们的心愿越来越快的被显化和进展。因为你们的存在就是完美的，我感觉是灵魂家族里边完美的艺术品好，这种失散和被冲散的感觉，不好说，我感觉源于一个远古的诅咒，但是这个事情在当下已经化掉了，就是已经这个结界已经打开了，所以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信息，我们可以重新的和我们的指导灵相互去亲近彼此，相互去叫醒彼此，而且能够听到对方的 song lines 就是乐谱吧，也可以说是乐之线可以听到对方的赫兹和频率。好，这边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幸运和指引要给到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知道卡牌滑一点，所以它出牌有点慢，大家耐心一些感谢包容好，我们让卡牌自由的流动出来，让我们的指导灵呢通过卡牌传递信息给我们第一张牌 King of Pentacles OK， 看一下飞出来了 Five of Wands， 我们再去看一下好，这边我们选择这个飞得远的一张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Page of Swords， 我们遮挡一下这张卡牌。宝剑的侍从，死神牌的逆位，很好。我看到是一样不要为了三维世界的一些争夺转换而伤心伤怀。我看到你们看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件，有些事情对你们是不公平的。我看到当下有一些负面的竞争，甚至是有一些我们看到有火焰有一些地区有可能在战争这个三维星球，这也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的心轮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震动、伤心和伤怀，因为你们是高敏感的人群，所以说保护好你们的这个信息能量的源头，保护好你们整个能量都非常的重要。我看到你们非常需要让自己去净化空间，
还有就是不着相啊，如果周围的人在争啊，在抢啊，有一些事情在翻转啊，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首先你们能够被保护，还有就是越是能够静得下来，当下翻转的这个速度就会越快。那对待外界的信息啊，比如说看到的一些新闻呐，看到的一些社会消息啊，你们也需要更高的保护自己，因为还是一样，这些新闻、这些事件，它也是一个相，如果过度着相的话，会让你们的心轮受损，因为你们会心痛，你们会碎掉。第二点呢，金币国王出现了，其实你们的这个丰盛指数是在被保护着的，但是当下这个阶段却不容易显露。因为一旦在摩羯的时代，你们掌握了资源，非常容易被争夺，因为当下是一个时代的转换点嘛。所以呢，有一些事情在面临新生，而你们会拥有最新的方式去吸引财富，去让你们的生命呢，透过智慧和透过爱去显化更高程度的丰盛。所以你们永远都是丰盛的，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祖先为你们积累了非常丰盛的资源啊，在高维度，所以任何时候去显化它，去下载它都是可以的。我看到如果有一些人在跟你们进行争斗，有可能用言语伤害了你们，有可能背刺了你们，让你们非常 care 因为还是一样啊，你们的心是纯真的，一旦被伤害了，非常的不容易愈合。所以指导灵在告诉你们，就是为自己制造好一个保护的结界。你们不是弱的，只是你们不希望用一样的方式去进行战争罢了进行战斗罢了。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你们在未来的这个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未来来看这则影片的朋友，未来的4个月将是你们打破困局和打破比如说安全区域的时刻。你们将会离开当下一个负面的情境，比如说是一份负面的工作，比如说这个人际关系是有毒的，比如说这个环境已经不再支持你，有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有可能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交到更好的朋友，没有看到更多的机会等等。这个事件呢将会改变。所以我看到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讲，你们在未来会有非常好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我看到在生活里面也一定会生成的。有些朋友你们应该是想要去远走或者说你们打算去做一个新的挑战你们会有很多灵感。那在这条路上是会有贵人出现的，贵人也包括了长辈，也包括了资源等等这个是会出现的。好，然后这些事件的出现呢，源头在于你的内心当中信任你有显化不完的财富，什么时候你需要，你什么时候可以将它下载到3维世界，这样的一个信念就够了。因为指导灵家族将会保护你拥有这样的这个资源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情感上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在这个情感上对于我们的建议呢？感觉第三组的朋友最近是比较累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The Fool 愚人牌的逆位，好 Six of Swords 宝剑6号的正位，看一下看看情感上 Nine of Swords。 好，因为你们对于人很少有一个预设的立场，就是他们是比如说价值观、个性、追求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感受派的，只要你们的感受到了，你们可以去为对方解决任何问题，你们也可以去合理化你们的情感。但是更多的出现宝剑9的话，容易让你们的感情陷入一定的痛苦。因为呢我看到是付出能量太多，这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跟我们最初的愿望不吻合的意外或者伤痛。Eight of Wands， 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感情上指导灵在告诉我们什么。好，这边我们看到了 The Lovers in Reverse， 暂时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去追求，我们不去过度的追求爱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为未来的这个权杖3号未来的你们人生的远景进行一个勾勒，你们需要搭建一个未来的景象。还有就是不急然后看到一些朋友你们的爱情呢，当下如果是面临离别的话，这只能证明在当下这个阶段呢，缘分和业力走到这一个部分。有一些朋友看起来是离开一些更好的，当然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等待救人，有可能你们对于爱情和新的人还有一定的期待，起码在未来这3个月到半年之间说实话是半年之间，明年的4月之前，
先不去管爱情这件事情，去把你们的人生发展和就是内在的能量提升和疗愈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对你们来说呢是更加究竟的一个方法，更加快速的一个方法。好，爱你们的人要给你们 offer 的人，现在还在远方哎，我看到对方他也有一定的这个，有可能是现实条件里边有点阻碍，距离上的、金钱上的、家族上的这些阻碍等等啊。不过我认为爱你的人就是会披荆斩棘的跟你创造未来。这边出现了这个金币10号、金币9号啊、金币1号全部都出现了，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爱情不是一个难题，但是成长和如何到达那个我们去稳定的接收爱情的美好、人际关系的美好那个阶段，有可能需要我们一个人向前突破一下。所以我看到第3组朋友，你们在不管什么样的年龄，你们的人生有可能必须要在某一个阶段独立那么一阵子，直到你们去建立了非常稳定的金币1到金币10啊根基之后，你们可以享受人生所有的丰盛成果。那有些朋友会说陪伴我的人，能够去无条件爱我的人，难道是因为这个才来爱我吗？我相信这一切是一个最美好的安排。那原因在于让第3副组牌的朋友呢，在能量和灵性上成长之外，也会意外的通过你们的魅力去吸引到别样的人。为什么权杖3和权杖骑士代表这个人有可能他身在异地，他身在海外，他有可能和你是有一定距离，或者说你们之间有一定的巧合才会进入对方的生命，但是对方呢是非常热忱忠诚，然后且具有行动能力的人。好，所以第3个牌的朋友有可能会有情关，但是去过它好吗？现在如果还在过的朋友们，试着去过一下，有些朋友已经过完了，那我们在未来这个阶段呢，去重新的建设一下未来的远景图，这是一个重要的显化，决定你们会拥有什么，决定你们的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搭建。哪怕一些朋友啊，你们是宁缺毋滥的，你们是在风雪当中绽放的玫瑰啊，要一个人去经历一些什么，这些经历没有一个是白费的，都会让你们稳稳的站在这个大地上，吸引和形成更高频率的丰盛的能量，也会让你们非常从容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去享受这个世界，这是你们值得的。因为指导灵我看到他们很爱你们，虽然我觉得他们能够介入的事情并不多啊，但是这个爱的支持是无价的，好吗？将这个信念送给大家。而在星座上呢，我们的第3组水象星座就比较多啊，巨蟹、双鱼、天蝎。那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一些星际种子 ，OK。我们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双子座，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底牌能量是什么？整理一下啊。好，这边有水瓶座，或者说天王星在星盘当中有相位的朋友可能会来到这一组。好，有个别的朋友呢，你们是基本星座巨蟹、摩羯，好，牡羊、天平，好，这样的一个星座状态。星座是一个参考，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这边有狮子座的朋友啊，好的。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呢？我们把卡牌先放在这里啊，我们的卡牌都长得好像哦。第3组朋友，首先我们第一张看到的是什么 ？Emotions， connect with your emotions。所以说，千万不要忽略了你们的情绪，你们的情绪其实代表了非常强烈的一股灵性的能量。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水母下面是金色头发，这个非常像是我们和宇宙之间的连接透过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正在去下载还是一样更高程度的智慧。所以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情绪连接在一起。当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规避情绪那个保持理智，其实当我们保持理智的时候，我们会让头脑和逻辑先去作用一下，不过这也是3维的方式。那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有更高维度的方式你们有更高级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直接用你们的3眼轮和顶轮去感知这个世界。所以这3张牌全部都是3眼轮和顶轮的能量。那第2张呢是法语的神谕卡，翻译过来是Messi Sluchkala， 这就是显化力量显化的力量，或者说明示力翻译过来应该是显化。所以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 manifestation， 好吗？
我们看到有月升月缺在这边，然后蘑菇正在撑开它的伞。其实我们看到蘑菇伞，蘑菇其实它也是一种神奇的远古生物啊，跟水母一样，对不对？它是怎么被创造的？是怎么来的？用什么样的方式运作的？它们的这个灵性是怎么样的方式打开的？我们作为人类仿佛不得而知啊。我们可以去研究这个生物的构造，但是其实呢，这都是远古的神留下来的，好吗？跟高度文明和智慧相连接的一些 sign。所以当这个蘑菇和水母同时出现的时候，代表了你们具有非常高的显化能力。而通过什么？通过你们的顶轮和三眼轮，就是头顶的这个地方。然后在月升和月落的时候啊，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跟月亮的连接一定非常的强，因为你们本身就是水的小孩啊。所以这一层连接在教会你们如何运用你们的感知能力去了解和感受。所以第三张牌，我们看到一个炽天使在你们的三眼轮上，你们有这个直觉去感受到宇宙的高级智慧，而且你们的 aura 我看到是紫色、淡蓝色的，然后充满了这个光环的这种亮亮闪闪的光环。第三组的朋友，我认为你们是被指导灵保护的非常好的小孩。就有可能我们之前这个亚特兰蒂斯啊，各种各样的文明经历过崩塌，有一些灵魂有可能不得不去经历反复的轮回，在这当中产生更多的业力，让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不得脱身啊。因为业力一旦来了，我们也身不由己，不得不去完成它。而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更加自由和轻盈以及纯粹的灵魂啊，所以很多朋友有可能你们是新灵魂，或者说你们在这个三维世界是刚刚落定的然后你们是有神圣使命的，光的使命的族群。总之呢，在未来这个阶段，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更高的运用你们的三眼轮和头顶轮去感受这个世界，有可能也会传递出更高频率的信息，给更多的灵魂，给更多的人事物啊，然后帮助我们这个三维星球来进行高维度的显化。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首先你们是被爱着的还有就是你们本身在有爱的时候是幸运本体啊，幸运本身。然后希望大家在最近这个阶段呢，完成我们一个阶段的调节之后，真正的运用我们最高程度的能量去进行一场美好的显化。宇宙和你们的指导灵在祝福和支持你们。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